第201章欲望使徒。斯图亚特举枪瞄准的同时，早有戒备的克莱恩已然察觉，与对方动作几乎不分先后的往前一倒，扑向了地面。砰！情绪明显失控的斯图亚特扣动了扳机，子弹擦着一位私家侦探的侧脸打到了墙上，钻了进去。刷刷刷，其余侦探应激拔出了自己的左轮，似乎看谁都是敌人，场面一片混乱。其中斯图亚特和一位私家侦探脸庞涨红，青筋暴突，眼睛里燃烧着恐惧与愤怒交杂的火焰，就像变成了所谓的恶魔。就在这时，卡斯兰娜低吼了一声：“停止！”他声音不大，却饱含威严，让在场每个人皆浑身一颤，不自觉想要遵守。场面短暂安静，但众人的情绪却似乎未有实质好转。克莱恩则以翻滚至另一个方向站起，手里拿着属于自己的左轮。他思绪急转，顾不得藏私，打算依靠幻觉能力让几位访客冷静下来。突然之间，门铃炸响，叮叮当当，几位私家侦探猛地打了个激灵，眼神中有了几分清明。轻盈的门铃声就像一盆冷水浇在了他们的头顶。斯图亚特看着自己手中的左轮，茫然低语道：“我刚才在做什么？”官方非凡者出手了。克莱恩松了口气，提着左轮靠近大门。他刚握住把手，脑海内已自然呈现出门外之人的模样。那是两鬓斑白，脸庞瘦削，戴着猎鹿帽，身穿黑大衣的艾辛格斯坦顿。这位大侦探的脸色有些苍白，左臂近肩膀位置被电得高起一块。他果然没事。克莱恩先是一喜，旋即变得慎重。他还记得密友大师罗萨哥变成乡属警察来炸门的事情。克莱恩手指紧贴扳机，拉开了大门，并退后了2步。艾辛格斯坦顿微笑对他点了点头：“感谢你今天下午的拜访，否则受伤的我可能没法继续和那个恶魔捉迷藏。你拯救了我的生命。”这难道宜于拜访艾辛格斯坦顿的正确解读是今天下午去找他，能帮助他摆脱危难？那后面几天的宜于拜访呢？错开凶杀案现场，不被怀疑。克莱恩瞬间有些啼笑皆非，他没有放松警惕的让开了道路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等下说。艾辛格忽然压低嗓音，笑了一声：“难道你希望当着斯图亚特他们的面讨论非凡者相关的话题？所以你就如此自然的和我提非凡者？也是，我能和那个恶魔犬的主人僵持超过10分钟，这已足以说明我并非普通人，而且我之前还提供了故意指向恶魔化动物的咨询意见。”克莱恩不动声色的落后了艾辛格斯坦顿2步。一看见这位大侦探，卡斯兰娜和他的助手莉迪亚顿时松了口气。斯图亚特等私家侦探也露出安心的表情。“斯坦顿先生，你没事吧？”他们纷纷问道。艾辛格稍微动了下左臂道：“受了点伤，但不是太严重。”“好了，大家不要紧张，事情很快就会过去。警察们正在附近的黑暗里等待那个家伙，是因为那起连环杀人案吧？锁定嫌疑者了吗？他会不会伤害无辜者？”私家侦探们争先恐后的问道。艾辛格右掌下压道：“不要急，我会详细的如实的告诉你们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有几个问题我需要找夏洛克和卡斯兰娜了解一下。我们先到起居室里几分钟。”他长久积累的威信让侦探们没有反驳，各自坐了下来。虽然他们还是不够放心，但已没有了焦躁不安、情绪随时失控的问题。进了起居室，关上木门，克莱恩看了眼密闭的房间，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，这种环境非常适合用生物毒素瓶类型的物品。嗨，克莱恩清了清喉咙，走到对面，打开了玻璃窗。他依然没放松对艾辛格斯坦顿的戒备，甚至不认为卡斯兰娜就绝对值得信任。艾辛格环顾一圈，直接把克莱恩的安乐椅占了，然后呵呵笑道：“我年纪大了，还是喜欢这么做。”克莱恩坐至单人沙发上，再次问道：“斯坦顿先生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艾辛格看了茶几后的卡斯兰娜一眼道：“我们都是非凡者，我就不讲解常识性的概念了。非凡者。”卡斯兰娜先是望向克莱恩，继而看了看艾辛格，略有点诧异，但又不是太意外。“原来你也是非凡者啊，怎么当初被一个弱小的鬼魂给难住了，甚至都没看出问题在哪里？”“也许是不擅长对付幽隐怨灵类生物的序列。”克莱恩回应了卡斯兰娜的目光。艾辛格笑笑道：“我曾经去伦堡留学4年，在那里接触到了超凡世界，并且成为了知识与智慧之神的信徒。回到贝克兰德后，
我与军方、与黑夜女神教会、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逐步建立了不错的关系，但还是不敢真正的暴露身份，因为带法者肯定会把我当作邪教徒清除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其他官方组织不会直接帮我，因为那等同于和风暴之主教会开战。不愧是暴君的教会，暴君。克莱恩随口问道。艾辛格拿出烟斗，却只是嗅了嗅烟草味道。这是我们教会内部对风暴之主的称呼。好了，我先回到今天的事情。袭击我的人，给你们寄恐吓信的人，就是之前那起连环杀人案凶手的主人。呵呵，你们应该知道那个凶手是一只恶魔序列的黑狗，尤其夏洛克。你最先指出恶魔可能是动物。克莱恩笑了笑，没有否认，也没有承认。卡斯兰娜同样只是交握起双手，什么话也没说。艾辛格顿时摇头失笑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不是执法者，而作为知识与智慧之神的信徒，我在贝克兰德无法传教，无法正式建立组织，只能借助你们和类似你们的人帮忙，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帮我们背锅。克莱恩在心里调侃了一句。艾辛格见他们依然没承认，继续说道，那只恶魔犬的主人是序列5的强者，据我所知，恶魔途径的序列5叫做欲望使徒，能利用和操纵每个人的情绪和欲望，诱使他们堕落。面对欲望使徒的时候，绝对不能有太强烈的情绪波动，不能出现太明显的欲望，否则立刻就会被他远程控制，或埋下种子，或直接催化。这会让人暴露出诸多问题，逐渐堕落，或在关键时刻情绪失控，无法反抗。这只是欲望使徒的部分非凡能力。我在和他的战斗里确认了这方面的事情。听到这里，克莱恩豁然明白了对方放恐吓信并做出挑衅动作的一个原因。他想激怒自己，让自己的情绪出现一个剧烈的波动，从而达成埋下堕落种子或催化情绪，让他失控爆发的目的。这会让他后续的袭击变得轻松和容易。还好，我是见过经历过不少事情的非凡者，当时只有戒备和谨慎。斯图亚特他们应该就是看到恐吓信的时候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情绪变化，于是被欲望使徒埋下了种子。刚才要是未能及时稳住他们，场面就会从内部变得混乱，让周围的官方非凡者来不及反应，给欲望使徒留下充足的机会。我之前在艾辛格斯坦顿家感觉时间缓慢，是由于突然冒出的警惕、紧绷、戒备等情绪被放大了。克莱恩回想之前，一阵庆幸，原来是这样。卡斯兰娜也似乎明白了很多事情。艾辛格揉了揉额角道，我就差点被他操纵，因此受伤。之后利用一件神奇物品，在房屋内和他捉起了迷藏，直到夏洛克来访，三方出现僵持，才获得喘息的机会。我那可怜的助手本来还期待着新年回伦堡参加弥撒仪式。说到这里，他长长叹了口气。等到警方来临，我趁机逃走，之后借助河水摆脱了追踪。艾辛格补充了一句，转而说道，夏洛克、卡斯兰娜，你们打算怎么应对？卡斯兰娜沉默片刻道，斯坦顿先生，你有什么建议？艾辛格说道，先接受官方的保护，让欲望使徒不敢行动，并希望他很快被抓住或击杀。如果那个想法未实现，官方不可能一直派人保护我们，那我们只有2个选择，一是在他们帮助下改变自己和家人的身份，换个地方生活，但没人能保证欲望使徒发现不了；二是直接加入相应的官方组织，成为外围成员，这同样会有身份和住所的改变，但更加安全。加入相应的官方组织，机械之星，或者去伦堡、马西等地方加入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。那我不是成3信，不3家信徒了。克莱恩莫名有种荒谬感，他若有所思地请教道，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与此同时，卡斯兰娜的表情未见变化，不知在想什么。艾辛格斯坦顿摩挲着烟斗道，有，那就是我们联手制造机会，尽快找出并拖住欲望使徒。当然，最完美的结果是直接就击杀掉他第202张戒指。面对艾辛格斯坦顿的提议，克莱恩并没有太大的反应。他望了眼紧闭的起居室房门道，甚至能确定危险的来源，从而做出有效的应对。我们很难找到并拖住他。艾辛格轻轻颔首道，是，确实是这样，但这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。什么办法？卡斯兰娜当即问道。艾辛格微笑道，我和他正面战斗过，也见识了他这种预知危险的非凡能力，所以初步弄清楚了他的优点和缺陷。
恶魔确实能提前察觉到危险，甚至能提前很长一段时间。只要我们做出针对他的谋划并付诸实际行动，那他就会有相应的预感。当然，那必须确实危害到他。不，真实情况是，不同种类的恶魔在这方面的能力强弱是不同的，有的也许只能提前10几20分钟察觉。克莱恩在心里默默反驳了一句，但并没有说出口。艾辛格继续说道，这种预知能力的缺陷在于，他只能察觉到危险来源于谁，来源于哪里，无从知道具体的细节，这就给了我们可以利用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我不认为我们能让一个可以预知危险的恶魔落入我们的陷阱。卡斯兰娜不太相信的问道。克莱恩也在旁边点头附和。当然，我能利用灰雾来欺瞒那个欲望使徒，让他无法提前太久察觉危险。但问题在于，我怎么可能在别人面前暴露灰雾的秘密？克莱恩无声补了几句。艾辛格呵呵一笑，正常来说确实不行，但非凡世界总是充满各种不可思议。我是阅读者途径的序列7守之者，也可以叫做侦探。我坦白的告诉你们，是展现合作的诚意。在这种情况、这种环境下，我认为坦诚比其他要素更加重要。只有序列7，一个序列7竟然能从欲望使徒手中逃脱，看来斯坦顿先生有强力的神奇物品啊。克莱恩有所恍然的调整了一下坐姿。守之者可以克制恶魔预知危险的能力。卡斯兰娜身体前倾的问道。不，艾辛格笑笑道，但我有一枚戒指，它来源于一位阅读者途径的失控序列6，它能让我辨识、看清、记住和模拟见过的所有非凡能力。当然，面对的非凡能力越强，失败的概率越高。哈哈，在我们教会有一句格言，全知意味着全能，这怎么听起来那么耳熟？尤其那件物品的描述。克莱恩正要展开回忆，已看见艾辛格斯坦顿拿出了一枚光彩亮丽的戒指。那枚戒指镶嵌着诸多细碎的钻石，它们共同簇拥着一个碧绿如同人眼的美丽宝石。仅是看到这枚戒指，克莱恩就一阵眩晕，似乎脑力消耗过度。这不是封印物2081吗？艾辛格斯坦顿是智慧之眼老先生。克莱恩愕然上移目光，望向坐在安乐椅上的大侦探。那枚戒指正是智慧之眼向他炫耀过，并在非凡者聚会里使用了好几次的封印物2081。智慧之眼，这代号听起来就和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有关。克莱恩利用小丑的能力控制住表情，不动声色地打量起艾辛格斯坦顿。最终，他发现这位大侦探某些轮廓确实和智慧之眼老先生吻合，但在许多细节上又有很大不同。伪装能力很强啊，有借助2-81的能力。克莱恩大致有了判断。这时，他悠然想到了一个场景。如果斯坦顿先生说大家合作对抗欲望使徒，最重要的是坦诚，我已经描述了我的序列和神奇物品，轮到你们了，那我该怎么说？默默拿出从他手里买来的太阳胸针，到时候他是不是会来一句好啊，原来是你小子啊。克莱恩浮想联翩之际，卡斯兰娜看着艾辛格斯坦顿展示的戒指，有些羡慕又有些疑惑的问道，你想模拟什么能力对抗那个欲望使徒对危险的预知？艾辛格勾了嘴角，轻笑了一声，恶魔对危险的预知能力，这一刻他就像一只毛发斑白的狐狸。啊，这也行。克莱恩一时没想明白怎么操作。看见他和卡斯兰娜疑惑的样子，艾辛格笑着解释道，第一步，也就是我们正在做的，谋划一个能切实危害到欲望使徒的方案并付诸行动。第二步，欲望使徒察觉到危险，并知道了危险来源于我们，来源于这里。第三步，作为一个恶魔，在不提前准备的情况下，有些本能是他无法改变的。他第一反应肯定是扼杀危险或报复我们，并会有一定的身体变化，之后他才会考虑当前情况是否不适合反击，是否该选择远离。第四步，模拟出恶魔预知能力的我察觉到欲望使徒的威胁，把握到危险来源于哪里，也就是他当前所在的位置。这神操作啊！克莱恩差点惊到。不过后续呢？欲望使徒一发现问题，立刻就会逃跑啊！我们根本来不及追赶。他旋即冒出了新的疑惑。艾辛格分别看了两人一眼，微笑道：根据我的推断，他现在肯定藏在周围。再能远程操作别人的情绪，也是有距离限制的。而他刚才有引导斯图亚特等人情绪失控。我逃脱追踪后，之所以等到现在才过来，是因为在和职业者、机械之星和军方商量方案。他们各自派出了2到3个小队，
负责着周围一定的区域。这些区域分别有自己的代号，呵呵，这都是欲望使徒提前就能预料到的处理，即使察觉危险，他也会认为正常。我一确定他的位置，立刻就会通知官方非凡者，他们将迅速封锁相应的区域，层层包围上去。但问题在于，我们怎么通知官方非凡者？如果不能在几秒钟内完成这件事情，欲望使徒就逃走了。当然，刚才行动没成功后，他可能已经远离克莱恩，思索着说道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没有任何方案是绝对完美的，只能等待某件封印物的启用准备完成。到时候，欲望使徒也许已经远离贝克兰德，但随时可能重返艾辛格。解释了2句，他旋即拿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金色物品，它的外形神似缩小的电报机，可又有着一个喇叭。这是件封印物，能让我的声音同时在5公里范围内响起。艾辛格微笑介绍道，它的负面影响是，一经启用，周围5公里内的声音会全部传入使用者的耳朵，持续很久。当然，我能模拟一种非凡能力来减弱这种影响。卡斯兰娜认真听完，微皱眉头，既然有官方非凡者，你似乎没必要找我们合作。艾辛格小心而慎重地带上了封印物2081，诚恳说道，为了不提前惊动欲望使徒，距离我们最近的这片区域力量空白，如果目标真在这里，就需要我们3个人彼此帮助，尽量拖延住他。我没有问题。克莱恩略一思索就答应了下来。卡斯兰娜也点头道，斯坦顿先生，这其实不需要你解释这么多，我们为了自己也会合作的，哈哈，解释就是谋划的一部分，而达成协议意味着行动即将开始。艾辛格半闭起了眼睛，他戴在右手的那枚戒指上，碧绿的宝石则闪烁出了幽蓝近黑的光芒。忽然，艾辛格斯坦顿站了起来，表情凝重地指着上方，他就在这里，就在楼上。克莱恩和卡斯兰娜同时起身，一个准备打出响指，点燃2楼的火柴，直接跳跃上去，一个则跟随艾辛格奔向门口。他们都没想到欲望使徒这么大胆，之前行动失败后竟然还留在附近，留在明斯克街15号。也许我们讨论对付他的方案时，他正在楼上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。克莱恩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想法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卡斯兰娜眼睛突然通红，右手成拳，啪的打向了艾辛格斯坦顿的背心。克莱恩瞳孔收缩，一下明白了很多事情。欲望使徒之所以没逃走，是因为他还有布置，他还在某个人心里没有堕落的种子而未催化，那个人就是卡斯兰娜，这里仅有的3位非凡者之一。刚才那次不成功的轻松被化解的骚动，目的其实是放松众人的警惕，等到关键时刻再让卡斯兰娜情绪失控。欲望使徒最大的目标依然是艾辛格斯坦顿。真狡猾啊！克莱恩啪的打出响指，却只是制造出一枚空气子弹，射向卡斯兰娜的空气子弹。与此同时，他大声喊道，小心！艾辛格也是经验丰富，没管是什么情况，直接就往前扑倒。可卡斯兰娜却无视了子弹，任由他击中的手臂，任由血花飞溅。砰！他连拳带人撞在了艾辛格的后背。咔嚓！克莱恩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，而双方接触的位置是脊椎。第203章正正的负。咔嚓！克莱恩看见艾辛格斯坦顿的背部明显凹陷了下去，只觉自己的脊椎也隐隐生痛。扑通！本就前倒的艾辛格跌在了地上，似乎痛的瞬间失去了知觉。打出那一拳的卡斯兰娜则站在原地，眼神茫然的喘着气，额头尽是冷汗，未有后续攻击。他就像刚从一场因情绪而导致的漫长噩梦中醒来，全身的力气已完全消失在了之前的爆发里。呼呼！卡斯兰娜身体摇晃，即将软倒。克莱恩眼睛一眯，2步赶了上去，冲到了艾辛格斯坦顿的身旁。他半蹲下去，试图搀扶对方。趴在那里的艾辛格痛苦的喊道，快逃！不要管我！很显然，他不认为瞬息间一个重伤一个失去力量的3人组还能拖住欲望使徒，所以让克莱恩立刻外逃，与官方非凡者会合，否则3个人都将死在这里。与此同时，艾辛格艰难抬起右手，试图往外面使用某些非凡能力，以此让稍远处的官方非凡者们注意到里面的异常。至于那个有喇叭的微型电报机，早就因艾辛格的倒地飞到了墙边。克莱恩脸现犹豫，正要做出决断，就看见粘稠的黑色液体从天花板上流淌而下。
迅速凝聚成了一道漆黑的身影。那身影似乎被黑色帘布完全包裹着，只有一双冷酷的蓝眼暴露在外。一看到他，克莱恩就仿佛看见了生灵最强烈的那些情绪和欲望：恐惧、愤怒、贪婪、嫉妒、饥饿、色欲等等等等。欲望使徒没有浪费辛苦营造出来的局面，第一时间就进入了起居室。这个时候，侦探三人组里，卡斯兰娜因情绪的爆发而虚脱，艾辛格斯坦顿脊椎严重受创，基本失去了战力，只有克莱恩完好无损。但是除了左轮手枪和非凡子弹，他的所有神奇物品都在挥舞之上。而对面是一位序列5的欲望使徒，一位有能力培养恶魔犬的强者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克莱恩的嘴角微微翘起，他放置于艾辛格背后伤口处的右手猛地一抹，让那明显的凹陷诡异转移到了侧方，转移到了一根肋骨上。魔术师最神奇的非凡能力，伤害转移，它能让伤口在本人身上转移一次，化重伤为轻伤，但无法将伤害移到别人和物品处。克莱恩刚才一见到艾辛格斯坦顿受伤，就已想好了后续的对策，先假装没有办法，让欲望使徒现身，接着转移大侦探的伤口，让他只剩肋骨骨折的轻伤。这个时候，克莱恩相信艾辛格会同步对付欲望使徒，这是人类最本能的垂死挣扎。如此一来，欲望使徒即使发现情况不对，也来不及脱离接触了。等克莱恩完成治疗，与大侦探联手，就能缠住目标，拖延到官方非凡者抵达。几乎是同时，艾辛格本来指向外面的戒指表层浮现出了充满生机的绿意，他的身体迅速被淡淡的光华笼罩，伤口因此飞快复原，他肋骨的骨折一下治愈了。这位大侦探刚才的痛苦是真的，但束手无策是假的。然而，这与克莱恩的帮助重叠了。本待动手的欲望使徒看到这一幕，眼睛陡地睁大，身形豁然顿住。未受到纠缠的他当即转身，奔向了窗口。这个过程里，他的身体迅速垮塌，变成了粘稠的黑色液体。那液体渗入地面，进入墙壁，瞬间消失不见。克莱恩抬起的右手则只来得及打出一个响指，空气子弹穿过敞开的窗户，射到了外面，打得火星四溅。可欲望使徒却已彻底消失不见，跑得真快啊，一点犹豫都没有。你还是不是恶魔啊？这后面麻烦大了。克莱恩嘴角抽动了一下，转头望向旁边翻身站起的艾辛格斯坦顿。这位大侦探正好也看向他。你会治疗？你会治疗？两人同时开口，问出了同样的问题。彼此对视一眼后，艾辛格摇头苦笑道：想不到竟然是我预设的陷阱，让他逃掉。说话的同时，他的戒指浮动出了微光，本人则四下观察，确认欲望使徒已经远离。艾辛格旋即解释了2句：今天下午我是没机会模拟类似治疗的能力，后来认为能借此预设一个陷阱，让欲望使徒因我重伤而现身，所以故意把伤口包扎得很夸张。他指了指左臂近肩膀处的垫高痕迹，果然这派上了用场，但我没想到你也能处理重伤。结果艾辛格轻轻叹了口气，结果两人都把治疗伤势放到了首位，没有谁去纠缠欲望使徒，让对方一发现不对，立刻就远远逃走了。不管我还是斯坦顿，都有欲望使徒不知道的底牌或布置，想借此坑他一把，谁知反倒互相抵消，放走了目标。这就是所谓的正正得负。克莱恩无奈笑道：这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对方，配合不够默契。不是我的错。艾辛格诚恳说道，看见你没有逃跑或戒备的防御，反而过来帮助我时，我就应该推理出你不慌乱，你有底气，你有办法。可惜带着这枚戒指的时候，我的大脑一直处于高负荷运行的状态，难以在额外的事情上思考太多。2081这封印物还有被动降脂的效果啊。克莱恩笑笑道：斯坦顿先生，这不是讨论谁负责任的时候，欲望使徒已经逃走，我们得考虑后续该怎么做的问题了。艾辛格边摘下那枚戒指，边转向起居室门口道：官方非凡者快抵达了，我去外面安抚司徒亚特他们，然后商量一个办法出来。你是和我一起，还是先做自己的事情？官方非凡者，之前斯坦顿先生提到了职业者、机械之星和军方，千万不要是熟人啊。我的灵性直觉没有示警，应该不是。斯坦顿先生这是让我有机会收拾收拾，处理好敏感物品，免得被不友善的官方非凡者找麻烦啊。克莱恩瞬间闪过了诸多想法，
思索着问道：“斯坦顿先生，你刚才把握到欲望使徒的位置时，他正在哪里？”艾辛格想了想道：“你的卧室，坐在你的桌子前。”真嚣张啊！克莱恩指着门外道：“我去那里检查一下，看是否有痕迹残留。如果能掌握欲望使徒真实的模样，对他的追捕肯定会简单很多。其他的事情就麻烦你了。”好，艾辛格走到一边，搀扶起了虚弱无力的卡斯兰娜。看到这一幕，克莱恩忽感滑稽。刚才讨论了那么多，做好了准备并埋下了陷阱，结果还是没能拖住欲望使徒，弄成了现在这副样子。意外总比准备多啊！所以魔术师只是序列期。出了房间，克莱恩直奔2楼，走进了自己的卧室。里面的布置没有丝毫改变，就连椅子和桌子的距离都与之前没什么区别，但克莱恩却仿佛看到了一个被漆黑液体包裹的人影。他坐在那里，直视着前方，耐心又平静地等待着时机。不愧是冷血者，克莱恩望向凸肚窗的玻璃，觉得也许能占卜一下他有映照过什么。恶魔途径非常擅长犯罪，应该没那么容易留下线索，不过可以到灰雾之上试试。克莱恩检查了一圈，开始烧掉一些随手做的神秘学笔记。他处理好没多久，就看见几位陌生人上到2楼。为首者是个脸庞线条刚硬的男子，但却有一头蓬松、乱糟、倔强的鹤发。他手里拿着一面花纹奇异的古老银镜，镜子的两边有黑色宝石装饰成眼睛。你好，莫里亚蒂先生，我是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的伊康瑟伯纳德，我能检查一下这里吗？克莱恩颔首道。没有问题，他旋即客气了一句，是否需要我跟在旁边，随时回答一些问题？好，麻烦你了。斯坦顿先生有提过你的情况，伊康瑟露出一抹笑容道。他身后跟着几位队员，对克莱恩的态度各不相同，有的无视，有的好奇，有的带着不低的敌意。我的情况，斯坦顿先生究竟是怎么介绍我的？编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？克莱恩思绪电转，跟在伊康瑟身旁，再次进入卧室，其余官方非凡者则2人一组，分散负责2楼不同的区域。这就是欲望使徒坐过的地方。伊康瑟指着书桌前的椅子道。他明显已经询问过艾辛格斯坦顿。是的，克莱恩坦然回答。伊康瑟没再多说，拿起那面银镜，用右手轻抚了表面3次。稍有停顿，他沉声开口道：尊敬的阿罗德斯，我的问题是，之前坐在这里的恶魔长什么样子？四周的灯光忽然变得深邃，似乎染上了雨后的氤氲，银镜表面则有奇异的水光闪现，汇聚出了一幕场景。一个覆盖着粘稠黑夜的人坐在椅上，背对窗户，面朝睡床。紧接着，画面改变，房间角落的穿衣镜隐约映照出了那道黑影的侧脸，同样被漆黑遮掩的侧脸，但这依稀能看出些许轮廓。欲望使徒的颧骨很高，有一双冷酷的蓝眼。第204章阿罗德斯。瞄到银镜内浮现的画面，克莱恩顿时露出思索的表情。这镜子很厉害吗？而且还有自己的名字，似乎是活着的封印物。这种东西的危害性不一定会太大，但封印的难度很高，不是特殊情况，很少拿出来使用。这位叫做伊康瑟伯纳德的机械之星成员看来地位不低，应该是个执事，而且本身也不简单。占卜能做到的极限，差不多就是那面银镜刚才呈现出来的结果，哪怕我去灰雾之上，也不会有更好的收获。欲望使徒的样子没法确定，符合高颧骨、蓝眼睛条件的人，在贝克兰德不知道有多少。克莱恩想法分成间，银镜内呈现出来的画面迅速消退，接着一个个鲜红如血的单词勾勒于镜面。根据对等原则，轮到我提出问题了，如果你撒谎或回答不出，将接受我安排的任务或者被惩罚。克莱恩看得挑了下眉毛，这是真心话大冒险镜，有点意思。如有血液再低的单词缓缓变化为新的字母，新的语句，红光的真名。红光，净光兄弟会的首领之一，灵界高处那7道光芒之一。克莱恩认真想了想，发现自己不会答，他只知道一个黄光威尼坦。伊康瑟喉咙蠕动了一下，额头逐渐有汗。短暂的静默后，他沉声说道：纳尼的斯。错误镜面上的血红单词再有变化，任务还是惩罚？伊康瑟的表情有着明显的挣扎，最终吐了口气道：惩罚。他话音刚落，一道银白的闪电就凭空产生，劈在了他的头顶。滋滋滋，
伊康瑟的头发直直竖起，身体砰当一声倒了下去，些许黑色的烟气随之冒出，而那面镜子却没有跟着他落地，反倒自行漂浮了起来，降于桌上。过了2秒，伊康瑟颤颤巍巍扶椅站起，然后坐在那里，边抖动边喘气。克莱恩无言看着这一切，好半天不知该做什么反应。稍微缓了一点的伊康瑟看着他，勉强挤出笑容道：“你应该听说过什么是封印物，也应该知道它们都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。”是的，克莱恩看着伊康瑟立起来的头发，忽然明白了他之前的发型为什么那么蓬松、乱糟、倔强。克莱恩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其实你可以自己一个人问，没必要当着我的面呼。这面镜子的要求是必须有人旁观。”伊康瑟还在颤抖，他可真有灵性。克莱恩上前2步，来到桌旁，颇为好奇的仔仔细细打量了那面银镜几眼，发现这活着的封印物除了花纹奇异，有2只眼睛般的装束，没什么特殊的地方。伊康瑟侧对着他，抖动着喝了一声：“你也可以向他提问，我们不介意的。”“不，我没有这个想法。”克莱恩哪会和类似笔仙碟仙的家伙玩真心话大冒险？说话间，他试着触摸了一下那面银镜的边缘，触感冰冷，金属的感觉。克莱恩刚冒出这样的想法，就看见那面古老的银镜微微颤抖了2下，它上面迅速浮现出白色的单词：“您忠实的谦卑的仆人阿罗德斯为您效劳啊！”克莱恩一阵茫然，接着他不动神色的远离了书桌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镜子刚才还非常冷酷的和人玩真心话大冒险啊，怎么转眼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？克莱恩又好笑又疑惑，他迅速根据已有的信息做出了一定的猜测。银镜知道红光的真名，似乎和灵界有一定的关系，而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好像也和灵界存在牵扯，至少自己召唤自己时，我穿过大门就能看见疑似灵界的地方。这个叫阿罗德斯的镜子察觉到了灰雾的气息。一个个想法闪烁间，克莱恩看见伊康瑟缓了过来，重新站起，拿出了那面古老的银镜。而房间内另外2名队员也结束了自己假装什么也没看见，漫无目的搜索的行动。一番检查后，克莱恩告别伊康瑟等人，找到了重回起居室的艾辛格斯坦顿。接下来怎么做？他直接询问道。艾辛格表情郑重的回答：先让斯图亚特和他们的家属搬到一起居住，方便保护，不过这只能是短期的办法。我和你以及卡斯兰娜正常活动，接受暗中的保护，希望能尽快找出那个欲望使徒。你是蒸汽与机械之神的信徒吧？是的，克莱恩一边回答，一边在胸口画了个3角圣徽。与此同时，他有些哀叹，接下来一段时间，只有在盥洗室才敢进入灰雾之上了。皇后区霍尔伯爵家的豪华别墅内，奥黛丽看了眼墙上造型典雅的壁钟，忍着紧张和激动，缓步坐到了梳妆台前。她等下就将去心理学老师伊斯兰特的家，踏出成为心理炼金会正式成员的关键一步。而在此之前，他要计算好时间，向愚者先生祈求，请他提供帮助。这次应该能看见天使吧？奥黛丽饱含期待的想着。他平静了几秒，双手交握，抵在嘴鼻前，低声诵念起愚者的尊名。明斯克街15号，克莱恩正站在客厅，看着终于冷清下来的场景，一阵唏嘘。对他来说，欲望使徒带来的仅仅是危险，而于斯图亚特等人而言，还有生活的改变。希望能尽快解决。这么多非凡者，这么多封印物，总有什么能克制恶魔途径。思绪纷呈间，克莱恩突然听到了虚幻层叠的祈求声，应该是正义小姐。他早有准备的环顾一圈，若无其事的走向了盥洗室。反锁住盥洗室房门的时候，他忍不住在心里感叹了一声：我的生活也被改变了一点啊。欲望使徒的威胁解除前，接受着机械之心暗中保护的他，只能尽量少去灰雾之上。下周塔罗会的时候得精简流程和内容，不过再怎么压缩，10几分钟还是要的。便秘是很正常的事情，谁规定了非凡者就不能便秘？克莱恩苦中作乐的逆走4步，进入灰雾之上。接下来，正义奥黛丽按照之前的教导，举行简单的仪式，进入了人工梦游状态。而克莱恩看见他呈现于深红星辰内的模糊身影后，按部就班的进行着操作。先是用灵体包容住黑皇帝牌，接着拿起剪裁手艺提升的纸人，将它抖了出去。没有意外，纸人汇聚灰雾之上被撬动的力量，
化作了一个有12对漆黑羽翼的巨大天使。奥黛丽看到那神圣威严的天使降临于面前，用羽翼将自身层层包裹，好半天竟说不出话来。这就是天使，愚者先生的天使，而且还是12对羽翼的大天使。这和神话典籍里的描述一模一样，这也是我们塔罗会的天使。奥黛丽看着天使的身影飞快淡化消失，突然觉得对方异常亲切。她欣喜的、激动的、虔诚的感谢了愚者先生，然后叫来女仆，吩咐他们做外出的准备。克莱恩则笑着回到客厅，望着墙上被子弹打出的孔洞陷入了沉思。是挂副廉价油画遮掩，还是修补一下、粉刷一下？希尔斯顿区第7大道伊斯兰特的家中，奥黛丽让女仆和保镖全部留在客厅，自己带着金毛大狗苏茜，跟随主人进入了起居室。起居室内早有另外2人等待，一个是由诺玛夫人介绍奥黛丽认识的心理学家希尔伯特·阿卢卡尔德，一个是之前心理研讨会的召集者斯蒂芬·汉普雷斯。此时此刻，虽然已经是晚宴时分，但房间内却只点了一根普通的蜡烛。那根蜡烛摆在茶几的中央，轻微摇晃着昏黄的焰火，驱散着起居室内的黑尘。彼此问候完，肤色偏棕，有几分南大陆血统的希尔伯特望了金毛大狗苏茜一眼，但并未开口说话。奥黛丽歉意的笑笑道：“有他在，我更有安全感。”苏茜也用无辜的眼神看着希尔伯特：“我能理解这种心理，请坐。”希尔伯特微微一笑，坐到了茶几另一面的沙发上。汉普雷斯和伊斯兰特也各自找了位置坐下。等到奥黛丽坐好，希尔伯特挑了下烛蕊，让光芒明亮了一点。他隔着烛光看向奥黛丽：“现在你诚实的回答我，你确实想加入心理炼金会吗？”他的眼睛在烛光的映照下似乎染上了些许金色，瞳孔的深处则隐约有另一个眼眸，竖着的眼眸。奥黛丽突的一阵恍惚，接着就清醒了过来，轻轻颔首道：“是的。”希尔伯特再次问道：“你会故意伤害心理炼金会吗？”他的语气带着几分奇异的诱导，似乎只要被问者做出肯定的答复，本人就会不知不觉认同，发自内心的遵循。不会。奥黛丽非常理智的回答。几个问题后，希尔伯特、伊斯兰特等人同时舒了口气。前者笑着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事情想说？”奥黛丽犹豫了一下，展现了自己的坦诚：“我曾经在某个非凡者聚会上买到了观众配方，我已经是观众，那个非凡者聚会就叫塔罗会。”奥黛丽在心里自豪的想到。第205章心灵的力量。奥黛丽知道自己正被某种非凡力量影响着心灵和精神，只是因为有愚者先生提供的天使祝福，才神奇的摆脱了那种状态，所以决定稍微交代一点事情，以小秘密的暴露麻痹对方，隐瞒住更关键的东西，并换取到更大的信任。他之所以这么做，不是因为不相信天使，而是觉得自己能观察对方，对方同样也能观察自己。虽然他始终藏在暗处，不被当作非凡者看待，表现的正常一点就不会引起怀疑，但他还是愿意更重视心理炼金会成员一点，毕竟对方都是专业的，而他只能算半进入这个圈子，经验不够丰富，不够全面，很可能在某些自身未发现的地方有暴露一定的问题。既然如此，不如趁这个机会坦白，彻底打消心理炼金会部分成员的疑虑。他称呼之前天使降临，用羽翼层层包裹自身的行为为祝福。听到奥黛丽的回答，伊斯兰特和汉普雷斯都短暂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们怀疑起了自己的能力。希尔伯特却勾了嘴角，微微一笑，没有任何异常的反应。他满意点头，嗓音柔和的说道：“你的诚实让人赞赏。还有别的事情要说吗？”奥黛丽故作恍惚的摇了摇头。没有了。希尔伯特想了想，又问了几句：“你是在哪个非凡者聚会买到观众配方的？从谁手里买到的？你调配魔药的材料又是从哪里得到的？”奥黛丽眼眸微转，做出回忆的表情。那个非凡者聚会必须保密，我无法看到卖观众配方的人长什么样子，但从他的言语谈吐可以判断，他是风暴之主的信徒。听到这里，希尔伯特轻轻颔首，似乎想起了什么事情。奥黛丽继续说道：“我的观众魔药材料大部分是从我家宝库里找到的，剩下来源于和几位朋友的交换2份观众魔药。”他默默补了一句：“大部分是从自家宝库里找到的。”希尔伯特、伊斯兰特3人咀嚼着这句话，一时竟无法成言。过了几秒，
希尔伯特对伊斯兰特·汉普雷斯点了点头，示意自己没有问题了。得到同样的回复后，他眼中染上的些许金色飞快褪去，眸子里面的树瞳也迅速淡化。希尔伯特又弄了下蜡烛的蕊心，让火光忽有跳跃。瞬息间的明暗交替里，奥黛丽发现影响自身的诡异力量豁然消失不见。她收敛住恍惚的神情，改用疑惑和探究的表象。没想到你已经是观众。希尔伯特轻笑了一声。啊！奥黛丽适时表现出了自己的诧异和慌乱。知道什么情况该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，知道什么样的情绪反应该有怎样的细节表情和肢体动作，是读心者的基本功。希尔伯特含笑道：不用紧张，我们不介意这件事情。刚才是最后的考察，祝贺你通过了所有的考验，现在你就是我们心理炼金会的正式成员了，好吧？奥黛丽犹豫了下，笑道：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。她旋即站起，提着裙摆，对希尔伯特等人行了一礼，并浅笑盈盈道：我们现在是同伴了。一位身份高贵、容光照人的少女如此客气，伊斯兰特等人立刻就坐不住了，同时起身还了一礼。双方重新坐好后，希尔伯特组织了下语言道：奥黛丽小姐，我现在正式为你介绍一下心理炼金会的情况。好，奥黛丽含笑道：直接称呼我的名字就行了。希尔伯特点了点头，后靠身体，翘起右腿，交握双手道：最初的心理炼金会只是一个爱好者的研讨会，他们都相信心灵拥有无穷的力量和无穷的神奇。后来，这个研讨会得到了一份藏宝图，找到了赫密斯留下的遗迹赫密斯文的赫密斯。奥黛丽饶有兴致地问道：对，他是人类最早的神秘学大师之一，他创造的古赫密斯语拥有直接与自然力量共鸣的神奇。他活跃于黑暗的第二纪，那个时候人类只是巨人的仆从和奴隶。希尔伯特满是崇敬地说道。他轻轻吐了口气道：心理炼金会的最初成员们从遗迹里找到了很多东西，发现赫密斯是一位心灵领域的神秘学大师，他研究的对象就是第二纪统治着天空的巨龙，准确的描述是心灵一族的巨龙。他留下的资料表明，心灵巨龙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出很远，达到了等同神灵的成就。我知道，空想之龙安格尔威德就是一位古神。奥黛丽略有点自得的想着。希尔伯特叹息道：那些资料奠定了我们心理炼金会的研究基础和方向。我们认为心灵拥有众多的秘密，每一个都藏在很深邃的地方，难以把握。请原谅我用深邃这个形容词，在我看来，这最合适。对那些秘密的探索，稍有失误，就会让本身受到难以弥补的伤害。奥黛丽，你要记住，这方面的事情必须谨慎。等奥黛丽点头后，他继续说道：如果我们能弄清楚心灵的奥秘，那一方面可以挖掘出潜藏于意识深处的力量，完成很多神奇之事，另一方面则能影响甚至掌握别人的心灵。达到这种程度后，前方就是集体潜意识汇聚的海洋，那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。当然，集体潜意识这个描述不够准确，我更喜欢称呼它为所有生物的心灵世界。它与灵界有着隐晦而奇妙的联系，如果能掌握这个心灵世界，会有什么样的非凡能力？奥黛丽适时表现出了自己的好奇和在这方面的浅薄。希尔伯特笑笑道：你应该有注意到现实世界里的一些奇妙现象，当我们希望得到某件物品时，它会恰好出现；当我们想要拜访某个朋友时，它会恰好敲门；当我们渴望某件事情发生时，它会恰好在同一刻开启。你也许会说这是巧合，但有的时候巧合太多了。我们的研究表明，这样的巧合很多时候源于不自觉的神奇的心灵影响。当你能掌握心灵世界，也就是集体潜意识化作的那片海洋，你就能掌握巧合，让偶然出现的奇妙现象变成你心灵的回音。想让它出现就出现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奥黛丽之前有听太阳提过噩梦之龙的可怕，但对方解释的远没有希尔伯特详细。希尔伯特轻笑一声道：以我们的层次，还是不要讨论这么高深的问题比较好，那很容易迷失自己。我继续介绍心理炼金会。发现遗迹标志着组织建立，最开始的成员们原本希望保持之前单纯的学术讨论状态，但他们遇到事情总会需要帮助，缺少物品和研究材料时同样如此，所以心理炼金会慢慢有了规章，蜕变为了真正的隐秘组织。不过和其他隐秘组织相比，我们的结构和关系依然相当松散，这正是我喜欢的。奥黛丽表态道。希尔伯特讲解完主要规章，最后总结道：等你层次高了，就能见到其他成员。
我现在把序列8读心者的魔药给你，果然有准备读心者魔药。奥黛丽既庆幸又骄傲。看到那瓶光彩迷幻的魔药后，她犹豫了下道：我想回去再服食，还有点不信任我们，还要做确认。希尔伯特解读出了奥黛丽的想法，微笑回应道：好，以你的表现，喝下读心者魔药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奥黛丽绽放笑容，感谢了一声，然后试着问道：你们能把心理医生的魔药配方给我吗？我想提前搜集材料，不浪费时间。别人加入心理炼金会，除了希望得到配方，不就是为了从组织内部申请到相应的非凡材料吗？哪有人毫不在意的说，我想自己先提前搜集。希尔伯特、汉普雷斯等人望着语气平常的少女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隔了几秒，希尔伯特才勉强笑道：我先帮你申请一下。正常来说，这需要功勋，而功勋来自我们分配的任务，你做出的研究贡献和搜集到的新资料、新物品。好的，我会努力去做。奥黛丽轻快地说道。离开伊斯兰特的家后，他一路安静，没怎么说话，直到进入房间，短暂打发走贴身女仆安妮等人，才侧头对金毛大狗笑道：苏茜，你的魔药有了，可惜阿尔弗雷德找来的七彩犀龙没能派上用场，只能拿去换钱了。奥黛丽在心里感慨了一声。苏茜看着那瓶读心者魔药，欢快地摇起了尾巴。她的脖子上被奥黛丽好玩地挂了副金边眼镜。希尔斯顿区艾辛格斯坎顿的家里，克莱恩应邀来共享早餐，除他之外还有卡斯兰娜。吃了口松软的土豆饼，克莱恩赞美道：斯坎顿先生，你的厨艺非常棒。两鬓斑白的艾辛格笑笑道：这是伦堡那边的特色，而对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的非凡者来说，多才多艺是共有的特征。网上的序列6就叫博学者，它对应的魔药相当容易让人失控，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把握晋升。